从9月20号开始，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几乎是同时发表声明，将在9月23号到27号举行入俄公投。那么，俄罗斯对于这4州的入俄公投为何如此着急？这种不被国际承认的公投又有什么意义呢？此举又将会给乌克兰战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接下来往下看。这所谓的公投用法其实很有意思，只要我公投的够快，那么永远都是别人侵略我。因此，为了消除此前战争失利的影响，稳住国内的情绪，俄罗斯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招。而除了以上2点之外呢，外部新的压力也是俄罗斯不得不着急的原因之一。在9月17号，普京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在一开场就告诉普京，我知道今天的时代不是战争的时代，我们在电话中与你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民主、外交和对话才能使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此话一出，普京心里也明白了，印度虽然是一个喜欢在美俄之间反复横跳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已经对这场俄乌战争表明了态度，于是普京便挠了挠头回应，自己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要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俄乌战争呢？对于乌克兰而言，当然是把此前俄占领的所有土地，包括克里米亚，全部还回来，并且呢，让俄罗斯为这次的战争付出代价才可以。但这一点对于俄罗斯而言却是不可能的，毕竟俄罗斯本身就发起这场战争的最基本需求，除了让自家本土和北约之间有一条缓冲带之外呢，还可以理解为实现俄罗斯领土扩张。这一点普京在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时呢就有过表示。因此无论是扩张还是缓冲，这块地区呢既可以是乌东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也可以是整个乌克兰。从如今的战线地图上看，俄军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基本需求。一旦4地宣布公投入俄，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以东的所有海岸线将丧失殆尽。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现在你让他主动把吃下去的全部吐出来，那这大半年的仗不就是白打了吗？所以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条件呢，俄罗斯是很难答应的，双方自然也不存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但是就在最近，乌军的哈尔科夫大捷让俄军察觉到自己的胜利果实似乎并不是那么稳固。眼见乌军在前线稳步推进，普京也是急在心里啊。在军事重地伊久姆丢掉之后，俄军的行动就明显乏力了。因此就当下而论，如果俄军再不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那么乌克兰的反攻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战果。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普京便准备故技重施，对占领的4州都举行入俄公投，让它成为俄罗斯的合法土地。既然是自己的疆土，那么俄罗斯就有正当理由来出兵守卫这些地方。这4个地区加起来的总面积能占到乌克兰的15%，与匈牙利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并且呢，这次的公投对于俄罗斯而言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不过在公投这些天里呢，俄罗斯同样也有可能策划更大强度的进攻。毕竟就目前为止，俄军呢也就仅仅是完全占领了卢甘斯克州，其他的3个州都还没有完全占领。且不说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光是那打了大半年的顿涅茨克州，其核心要地顿巴斯至今也没有完全拿下。当然，这次的公投呢，在国际上是肯定不会被认可的。在俄传出要举行4地公投的消息之后，美国在第一时间就否定了此类公投，并声称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任何乌克兰被吞并部分的觊觎。同时，欧盟外交代表也在20号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同样也不会承认公投结果。英国首相特拉斯当地时间9月20号宣布，英国明年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援，金额将会不低于今年的23亿英镑。可以说，这次公投呢，很有可能会激起美国和北约各国力度更大的援助，甚至更加激烈的反应。但是很明显，俄罗斯已经不在乎外界的这些声音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就已经让他尝到了甜头。当年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同样是以这种公投的方式被并入俄罗斯的。尽管直到今天为止，仅有11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但这依旧不影响俄罗斯成为克里米亚的实际统治者。而今年这场因为克里米亚而引发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再一次故技重施，试图将这4个州变成俄罗斯的领土。
但如今的乌克兰也并非无下阿蒙，他不仅有着身经百战的士兵和收复领土的决心，身后还站着北约这个庞大的军事联盟。我想对于这一点呢，普京也是早有预料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公投呢？此前的乌东两地先不说，光是顿巴斯和赫尔松入俄，都将彻底改变俄罗斯10几年来的发展方向。在战略上，克里米亚呢将成为俄军伸向黑海和亚速海的一个拳头。而对于乌东两地的亲俄势力来讲，他们也将继续通过这次的公投，未来和俄罗斯进行深度的绑定。未来无论是俄罗斯政府如何换届，俄军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保护这里的亲俄势力，至少不会像前几天哈尔科夫大撤退那样被俄军一波给卖掉。对于普京而言呢，这是为后来的俄乌战争事先给内部打下的一个民意基础。毕竟此前的195失守，无论是对前线士气还是国内民意，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并且4地一旦公投完成，俄国内的大量义务兵就可以绕开俄国的法律限制，以本国领土被攻击为理由，被派进俄乌战场，成为新的主力军。这不，公投的消息才传出1天，普京就签署了部分动员令，将涉及30万预备役人员，尤其是在部队中服过役的、具有一定军事经验的人，将会被要求应征入伍。这次的动员令也是俄罗斯自2战以来第一次发出，不过这动员和部署的时间也需要一个过程，大概在2023年3月，这30万人才会部署到位。并且俄罗斯总理还表示，这些土地并入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就可以对敌人动用全部的自卫力量。这个全部力量的说法直接就在网上炸开了锅呀！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这是在核讹诈。在公投之后，乌克兰倘若想要再夺回这些地方，很有可能会面对俄罗斯的核弹威胁。不过大兵认为，这种所谓的核讹诈不仅没有什么用处，而且理由也站不住脚。对于公投和动员令这2件事情呢，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斯特列科夫却是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如今的俄罗斯已经错过了赢得战争的最佳时机，局部动员30万人对俄罗斯取得胜利没有任何帮助。他认为这场战争俄罗斯已经失败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况且相较于这30万大军能不能打得赢，大兵其实更好奇普京会如何解决这30万军队的后勤。毕竟战争就是打后勤，突然动员30万，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要再出一大笔钱。用哪里的钱，这钱谁出，这才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增兵就意味着增加负担，增加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目前看来呢，普京似乎并没有良策。那么在公投之后，这4个州就真的属于俄罗斯了吗？这当然不可能啊！泽连斯基在20号当晚就表示，基辅坚持不向俄罗斯让出任何领土的立场。但是想要推翻俄罗斯的公投，乌克兰只能通过更强硬的战争手段夺回。因此，就在俄罗斯放出消息后，乌军对卢甘斯克的炮击力度更是猛烈了1倍。同时，在普京签署动员令之后呢，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最近也是愈演愈烈。在普京签署局部动员令之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个地区出现了抗议者聚集的情况，有些人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动员行动，但随后就被当地的警察遣散或者带走。有人权组织估计，目前已经有700名抗议者被捕，同时还有一部分适龄年轻人因为不想当兵，在寻求机会离开国内。目前数据显示，从莫斯科飞往伊斯坎布尔、埃里温、塔什干和巴库的机票已经售空了。而这次公投给俄乌战场带来的变化也逐渐显现。在俄乌发布消息后的当天，美国一名国防部高官也放出一个重磅消息，在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坦克一类的陆地重型装备。毕竟，此前美国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AGM-88反辐射导弹等众多武器，都已经成为了乌克兰发动反攻的关键。而为了保住这股反击的势头，各国也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至于美国在未来到底送的是艾布拉姆斯还是斯特赖克，目前呢还不得而知。不过咱们也可以在这里猜测一下其中 M1 坦克有着许多的出口配置，虽然相较于美军自用的要弱一些，但是仍然会比乌克兰军队目前使用的苏式坦克要先进。再加上近些年来随着美军陆战队的转型，已经退役了一大批 M1 坦克以及 M88 装甲救援车，因此对于救援数量而言，无论是 M1 也好，还是斯特赖克也好，
美军都有着充足的库存保证。不过，援助 M1 坦克可能会给乌克兰军队带来特殊的维护和后勤压力，毕竟这种坦克采用的是耗油量大、保养复杂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而乌克兰目前使用的坦克呢，基本都是技术维护较为简单、成本更低的柴油发动机。因此，大兵认为装有105毫米线膛炮的 M1128斯特赖克8×8机动火炮系统就成为美军援助乌克兰装甲部队的另一个潜在选项。虽然它并不是坦克，但是这款武器的操作和维护都比艾布拉姆斯更简单。而早在去年，美国陆军就宣布计划退役所有的 M1128，这也就是说，美军随时可以将其送往乌克兰，并且很快投入训练和作战。此外呢，美国也有着充足的105毫米穿甲弹弹药储备，可以将库存炮弹提供给乌克兰，不用考虑自身战备需要的弹药量。况且，将 M1128机动火炮系统交付给乌克兰，也有助于后来推动北约将其配备的105毫米火炮的老式坦克援助给乌克兰。此前曾有消息称，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较老的豹一坦克，或者批准曾经装备过豹一的国家提供给乌克兰。但这都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最终德国也仅仅是向乌克兰提供了豹一底盘的猎豹自行高炮，而美国的这次举动呢，很有可能是在给德国打个样，是时候你掏出点真家伙了。有了新坦克加入的乌军，则更有把握拿回那些被俄攻投的土地。回想整个俄乌战争，乌军能从1个小时20分钟基辅被攻下，3天被俄军打穿国境的困境中爬起来，经过半年的鏖战后逆天改命，3天拿下库皮扬斯克，5天赶走伊久姆的俄军。这样一支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军队，当然不会被俄罗斯的动员吓到。再者，俄罗斯无论如何动员，全国也就1.4亿人，全世界2%的 GDP。除此以外呢，俄罗斯背后空无一人。因此，大兵认为，俄罗斯这次的公投虽然让自己有理由动员和向境外派军，同样也刺激到了北约，加大对乌军援助的力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次俄罗斯的公投和动员令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